大家好，我是张俊，你们好吗？变化很大，脱口秀都有2个节目了，我还在跟步惊云打。你说观众打开电视他不纳闷吗？这不是新会员吗？怎么还是老对手啊？你们2个人就没有一个人想去对面吗？我不想啊，我不喜欢太火的节目。小众。我还是有变化的，我下半年要去纽约，要去哥大上学了。你们都很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但也有人会过来就打击你说这有啥？你知道哥大其实是个水硕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因为把我录取了吗？那哥大在我心里含金量有点下降了，呼兰的含金量也有点下降。但呼兰不在乎，他很自信。你跟呼兰说，呼兰哥大的水硕，他只会扶着眼镜。他可能会说哥大是水硕，因为他毕业了。我跟呼兰就像是数学题那2人一样，他给哥大放水，我给哥大注水。我去上学的原因非常简单，因为我对这个世界很好奇，我想去看看世界，就这么简单。很多人都这样。我有一个南非的白人朋友，他问我说：“你那么想去看世界，为什么不直接飞到纽约去旅居？”我说什么？旅居这么白人的词儿？我说因为我是个中国人，我不能纯玩了。我纯玩会有罪恶感，太快乐会倒霉的。这我家训，你知道吗？我爷爷用毛笔字写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小时候去开普敦春游完回来，又不用写800字作文。我体内流淌的是农耕社会辛勤劳动的血，所以即使现在不用下地耕田了，我也每天在网上种草拔草。就算是看世界，你也要拿个本回来才算看了世界的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我觉得唐僧当年也没有那么想去取经了，他就是想去西天看一下而已。他完全可以骑在孙悟空头上飞到西天去，到了定位西天，然后文案勇敢的人先享受西天。然后旁边孙悟空本人配音，老和尚骑了我一路非要坐头等舱，你知道吗？但他不行，因为他是个东亚人。他跟李世民逼巴半天，我要去西天看一下这个。李世民说：“那你 gap 完回来还当和尚吗？”和尚挺热门，就业方向，你知道，你空白这几年不好找工作。唐僧说：“那我拿个本回来。”行，唐僧算是第一批公派留学的留子。我承认这事儿，我不是一个松弛的人。别说你这样不累吗？我不累啊，我一点也不累。你知道什么比较累吗？卷松弛。就是有些人他已经费尽全力了，还要看起来毫不费力。我说你想看起来毫不费力，你就别费力呀。他又要费尽全力，他又要看起来毫不费力，他那种紧张的松弛感，特别像是在搞竞走。就是每一个竞走人都给我一种他其实很想跑的，但他怕别人觉得他急了。你不急吗？我不急啊，我不松弛吗？你知道吧？你不松弛。竞走第1名不是最松弛的，最后1名才是。我上次看业余比赛，那最后1名哪里是竞走，那就是遛弯儿啊。我很讨厌竞走，竞走是一个相当特权的运动，它起源于19世纪英国绅士，拿来社交的。他们闲的，因为他们可以不跑。竞走不可能起源于非洲的。2个非洲哥们儿，咱们今天比谁走得快哈，然后后面那个豹子，你说了哈。英国人用竞走来增进感情呢，因为他们跑太快，听不见对方说话。Excuse me。你在非洲不跑快一点，你再也听不见对方说话了，你只能听见后面。同样的道理，强调松弛也是一种特权。有些人能松弛是因为他们不用跑，就好像你不能一边享受社会紧张高效运转的同时，一边嫌弃大家不够松弛，太双标了。就好像有些发达国家一边享受超前消费和海量松弛，一边抱怨制造业流失到更努力工作的某亚洲强国一样。越南，你不能抛开环境讲这个的，说国外老外都很松弛，因为国外是老外的家，你让他来我家武汉。
红灯还有3秒变绿，后面电动车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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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。过马路的时候，车一直开到我脚边才停下，我以为车让我，车以为我让他。接下来跟瞄准一样，我走一步他开一脚，我走一步他开一脚。最后还是有个老太太站出来，小伙子别怕哈，我扶你。我们确实有些紧张，但我们修路也很快。我去新西兰演出的时候，他们100米的路修了1年，1年啊！我家门口那条路，早上出门开始修，晚上回来通地铁了。松弛不是一种美德，你不松弛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，太松弛倒是有可能会。你的网约车司机一边开车一边玩3个手机，一个打牌，一个看剧，一个聊天，然后扭头问你可以用你手机导航吗？人是可以不松弛的，甚至我的面相就不松弛，因为我有一点地包天，我正常拍照都要绷着，我就别人说你放松一点，我就地包天很难看起来很松弛，你知道吧？朱元璋其实是个很松弛的哥们儿。但是因为他有地包天，所以他看起来那个画师要谋杀他的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模仿我做的特别轻松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就这样，又有天赋又努力。他很松弛，打拼了一辈子，哎，终于当皇上了，结果看起来。然后画出来那幅画，其他太监就在背后蛐他，你知道啊？你看他当了皇上还这么紧张，你知道？朱元璋就是个小地方打拼上来的土皇帝，朱重八 AKA 小镇做题家。朱元璋说：“那把你们9族都杀了。”你看他急了。当松弛是一种特权的时候，它对大部分来说就已经成了一种负担了。我现在就是放弃松弛了，我就想认认真真做所有事情，就算别人说什么我也听不见了，因为我跑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够松弛 ，excuse me。认认真真做所有事情，我甚至觉得你必须要放弃松弛，才能够获得松弛。因为前段时间我认认真真打王者荣耀，然后被举报了，理由是消极游戏。我只是菜而已，挺伤人的，因为他举报成功了。就所有人一致认为，这个他打成这样子，一定是态度有问题。就像小的时候，你班主任跟你父母解释为什么你学习成绩不好，他给的理由永远是哪一句话？这个孩子聪明是聪明，就是不努力。然后我在旁边心想，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？我就是不聪明啊！我不仅努力，我甚至有点尽力了，我费尽全力了，看起来竟然毫不费力。我怎么变松弛了？谢谢大家，我张俊。哇，太聪明了！来，张俊的锁票倒计时。再次把掌声送给张俊。张俊为什么这次会选择拿松弛感这个做题目？主要是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大家都很焦虑嘛，然后他想要松弛，然后他会把松弛当成一种手段，但其实松弛是一种结果。就是我觉得你放弃松弛，你就可以获得松弛，就是这样。我为什么没有拍灯啊？就是我没有明白那个点，我觉得有点拧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我脑浊啊，我脑浊，我没有听明白中间这个到底松在哪儿啊？那我给你讲讲，您来，哎，我听听，我可以吗？那当然了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，我希尔，哎，我刮目相看啊。张俊讲这个，我就是说，现在社交网络上大家都在拼命比松弛，很多人大家都在那儿比松弛生活方式啊，穿衣打扮呐，然后摆个 pose 啊，就有一点像是大家拼命的急赤白咧的拼咱俩谁松弛，这事儿本身特别不松弛，演松弛。对对对，所以他这个切入角度其实很好，尤其他那句话其实是写的非常好的，他说卷松弛，因为松弛是跟卷一点关系都没有的，它非常可笑，所以他这个点找得很刁钻，很有意思，我是有比较强的共鸣的，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感觉你肯定行，然后非常优秀，底子好，他不像有些选手，你觉得不行，后来行了。你是从第一天我们就都觉得肯定行，但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原地踏步，是不是有点太松弛了导致的？总感觉那个作品的打磨度、完整度和用心程度还差一点意思。我觉得这是一种常态，因为
不是所有人都能一出来，然后他很快就知道自己问题在哪儿。我觉得你得先保持在这个地方，然后等那个100%的机会来的时候，你才有可能上去嘛。所以我不是想说你不好，是我有点着急。我还跟很多同事朋友说过，张俊是我最看好的潜力选手之一。但我这几年并没有摆烂，我说实话，我并没有摆烂，因为我一直都在线下就是去演出，然后我也在钻这些题材。就是你找这个角度，然后找这些素材的话，我尽量避免去跟网上的所有观点和素材都撞，所以这个东西就你要挖它就很难嘛。其实我觉得还挺有趣的，因为他讲了很多对于文化的、对于族裔的一些性格方面的思考，还有就是关于松弛，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。我觉得松弛不是个优点，它就是个特点。对，谢谢。这其实是慢慢我学习以后才明白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天鹅的。就是我在水下，我在蹬的时候，我做不了像天鹅那样水面之上波澜不惊，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，我就拍蹬了。好嘞，来，我们先把步惊云请到台中。两个人老相守相逢，有没有这么组合名字呀？张俊、步惊云、张若昀，你们俩。孙书恒给了一个叫忍俊不惊，忍俊不惊啊！哦，还没有张若昀好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步惊云和张俊校友团的分数。步惊云30，张俊20，票数的具体情况是，请看。我觉得可能张俊票来，我觉得应该是不解吧，可能最后就差10票左右吧。哇哦，差不了多少，哇，只差7票，只差了7票，差这么近啊！就差这10票，差了10票。步惊云221票进入到进行区。很接近，很接近。张俊进入到待定区。我觉得罗老师他对我的评价是中肯，他可能有点过于中肯，但这不是我的本意。说实话，这也是我能力问题，我没有强到可以在这么多时候关注到这么多细节。但我也需要为我自己说一句话，我觉得这就是我段子里面所说的那种状态，就是当你费尽全力的时候，然后别人会觉得你压根儿不在乎这事，我不是一个松弛的人。